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一台华硕灵耀 Pro 14的拆解清灰换硅脂啊。这台机器的配置呢是580H 加3050，标准的一个全能本啊。我们做全能本的拆解确实是非常少啊，平时都是做一些游戏本相关的，网上关于全能本的拆解教程也是比较少的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尝试一下，看看更换前后的效果明显不明显。这位兄弟啊，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理工男啊，写了这么大一篇的这个情况说明啊，然后主要的诉求呢，可能就是电脑散热清灰，然后 CPU 更换相面片，显存供电与南桥上的这个散热，固态硬盘及无线网卡的散热改进，这个我们就得拆开来详细看一看能不能改了。好，下面我们先给它简单测试一下，看看这台机器现在表现如何。它这个笔记本这儿是什么安静、标准、高效、全速，指的只是风扇的模式，和 CPU 显卡的功率好像无关的样子啊。全能本是不能调吗？当然也有可能啊，它这诉求不一样，稳定运行就好。好的，我们就给它全速模式测试一下。走。好，这个 CPU 跑了有个10分钟啊，风扇转速在7000转，然后室温23度多的这个情况下呢，它能跑到了54瓦91度啊，最高看到91度，并且这个功率和这个温度曲线非常的稳啊，几乎没有什么波动，也没有什么过载曲线。当然580H 理论上可以跑个70-80瓦，它这是降了频用的。但是不得不说啊，就是这个虽然说风扇是7000转，但这个噪音比起那些游戏本来确实要小很多啊。可能是它这个风扇做的比较薄，或者说是比较小。我们一会儿拆开看看啊。我们再看看显卡。走。好，这个烤机有这一格了啊。温度呢只有59点几度，热点温度66度，热点温度比核心温度高了6-7度的样子啊。但是呢，功率呢稳稳的只有40瓦，并没有达到这个兄弟说的理论50瓦啊，不清楚是什么情况啊。但是这个烤甜甜圈只有60度啊，真的是温度很低很低啊。这种机器也确实是，它用了到现在应该有个2年多的时间了吧，这个状态完全是可以继续用下去的啊。你不清灰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。好，下面呢我们就给它开拆。这个机器后壳的螺丝呢是 T5。这后壳还是金属的啊！哇，这个电脑呢，灰还是蛮重的啊，结构也很简单啊。第一步，我们给它断开这个电池排线。对了，说到这个拆电池插座，我解释一句啊，我们这个桌子一直是有接地的啊。到了冬天，我们北方有暖气，确实是屋里非常的干。为了安全起见呢，又加了一道保险。好，下面我们就可以拆下这个散热器了啊。这个机器的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啊，但是拆这个的话，感觉是，好，把这个排线放开就行了，不用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拆下这个散热器了啊。这种4个螺丝的，其实没有什么顺序可言，就是对角线拆可能就最好了。这个弹簧的劲儿也很小，你不对角线也没事儿。哦，这个风扇是可以单独拿下来清灰的啊！哇，果然是，你看它这个风扇打到7000转，噪音也不大，为什么？它很薄很薄，它的切缝面积比较小啊。然后就可以拆下这个热管了。这机器上用的不是硅脂啊，这是相变化材料，但是好像和赫尼威尔的又不太一样，它比较软，它没有那么硬，它干了之后，你看它
就拆开低温下它也是比较软的啊，比较软的，比那个硅脂要硬，但是没有像霍尼、泰吉诺那种的梆梆硬那种，有可能是华硕原厂的。这个凝胶和华硕传统的那种淡蓝色那种也不一样啊。然后你看它核心上的这个硅脂的覆盖做的也是很好的啊，并没有说像用普通硅脂那样，就中间大空泡然后就没有了。这少了一点，但是应该是在这儿呢，这儿正好有一点，它是完整的啊。好，下面我们给它清理一下。它这个相片远远没有那么硬啊，很软。像霍尼那个或者泰吉诺那种的，只是拿指甲得抠一抠啊，它这个蘸点酒精一擦就掉了，基本上。啊，擦没了。但是耐久是没问题的啊。那么我们接下来给它换完之后，我觉得效果对比上可能也就不明显了，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衰减，除非这个相片和霍尼那种的7950本身有性能差异。然后是这兄弟两个，它这个风扇你要分解的话，只能是暴力拆解啊。它这是有这个塑料铆钉来固定的，没有螺丝啊。那我们只能给它这样刷一刷吧。但是风扇上只要没有这么重的毛毛，问题就不大。好，这两个风扇呢，我就清理好了啊，纯的就是靠刷子和小皮牛，然后一点点清干净的。在这里给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吧，我们这个评论区的大神很多啊，上期我们做了一个拆螺丝的视频，来了个修飞机的大神，今天看看有没有这个风扇行业的大神的，就是来解释一下这个风扇到底可不可以用超声波清洗剂来进行清洗。我先抛砖引玉啊，我认为不可以。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轴承的风扇啊，它最终都是靠润滑脂啊或者润滑油来进行这个旋转的摩擦的润滑的。那你把这个东西直接扔到这个水里头，然后用超声波来震动它清洗，那一定会导致这个轴承或者是这个轴承座里头进水，润滑油或者润滑脂遇水之后，它的润滑性能是不是会下降呢？比如汽车那发动机变速箱要是进水，它一定是会对这个润滑有很大的影响的啊。短时间可能看不出来啊，用超声波清洗的话，可能就是简单洗出来非常漂亮，但是我认为不好啊。有没有风扇行业的大神出来给科普一下？下面我们先给它贴上7950。好，我们再来一管这个 GL800的凝胶。OK， 装回这个散热器。
好，这个机器就弄完了啊。它的诉求里头还提到了一个南桥和固态硬盘啊，这个580H 是没有南桥的啊，那个集成的。然后剩下就这个导热垫片，但是我们观察呀，它原厂这个垫片是这个位置，啊，能看出来还有这个垫片的贴合的这个痕迹啊，就是在这儿，哦，它是能贴合上的，它能贴合上的。我们给它测量一下这个垫片的厚度吧，我们给它换一块啊，来个效果更好一点的。当然，这种硬盘。它的发热也不大啊，这是个570而已。发热最大的是这个主控啊，这个闪存颗粒呢，发热其实并不是很大。我们给它量一下这个垫片的厚度啊，1毫米啊，很简单。原厂这片是一个1毫米的垫片，并且1毫米的话，这个贴合也是没问题的啊，因为它就是2头担着嘛，这头和这头啊。它这个机器很薄啊，也加不了那个铜片散热器啊。铜片散热器你塞进去一定是空间不够的。铜片散热器需要硬盘上方2毫米，至少是2毫米，甚至1.75最低啊，这个空间才能装得下。就我们那种啊，当然有更薄的也许可以，但是因为它这个后壳就是金属的，所以加个垫片顶上去就 OK 了。我们给它找个垫片啊，我们给这个固态硬盘给它换一条这个莱尔德7版啊，这是1毫米厚的。这个位置啊，其实是不太适合用太极端的 FV800或者莱尔德9万那种超高导热率的垫片的，因为那种垫片它和沙沙一样那种质感，它压缩了之后回弹力非常的小啊。但是这个位置又正好是顶着后壳的嘛，你的后壳难免是会有一些向下的这个冲击力的啊，压一下的。那你到时候把它压扁了，它弹不起来，那你这就没有导热了。所以用像700啊，或者说 HR600这种都是比较合适的。好，最后我们装回这个电池排线。好，那我们就给装回这个后壳。好，我们开机给它测试一下。亮了，走。好，测试了又有10分钟了啊，功率呢依然是54瓦，这个被这个 BIOS 压得死死的啊。温度呢是87度，甚至上面这个温度还能看见一眼86啊，现在就86，没有再像我们测试之前的时候这样这个温度缓慢的上升啊，一直升到了91度。温度是低了这么个几度啊，但这里面也有几个变量啊。首先第一个，我认为换硅脂可能不如这台电脑清灰来的更重要啊，因为它原来呢就是相变，我们还是换了个相变，有可能相变片和相变片之间是有性能差异的，但是因为这个机器的 CPU 功率比较低，再加上你新贴的相变片可能也有磨合的这个过程啊。还有2个变量呢，就是这个风扇转速去到了6400和6600啊，我们依然设置是那个什么高速模式啊，风扇转速上不去了啊，有可能是过了它那个阈值了。并且这时候我们的室温呢去到了25度啊，这个关着窗户为了静音，再加上这2个大灯烤着，温度持续的在上升。下面我们再看看显卡，抽。好，这个显卡也跑了有1格了啊，这个温度好像和之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。我们室温越来越高啊。好，那么最后简单总结一下啊，像这种准系统，如果说这台机器真的原厂用的就是这个相变的话，那还真的是用了个2年多，没有什么明显的衰减啊。大家如果说是用的时间长了，就是类似的型号，你把那个风扇它还可以单独拆下来，你把它拆下来清灰就 OK 了。好，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，有时间的话呢，欢迎大家来逛一逛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